婆婆包了很多饺子，冻在冰箱里。她刚出门，我就把饺子倒进了垃圾桶。不料她又进来，将我逮个正着。她拍视频发在家族群里。我给儿媳妇包的饺子，她全扔进了垃圾桶里，她为什么这么恨我啊？不一会儿，全家人都来我家教训我。我把饺子全煮了，给每人盛一碗。他们吃着吃着变了脸色。看见婆婆把视频发到群里，我就知道今天有麻烦了，不由懊恼自己太冲动，应该等到晚上月黑风高的时候提出去直接扔公用垃圾桶里，那谁也发现不了。婆婆发视频控诉完，把饺子捡起来提进厨房里，我老老实实把冰箱盒子端出来，看着她把饺子重新摆放在盒子里，还好大部分没有坏，只有10几个破皮了，馅露了出来。她重新和面擀面皮，把馅挖出来包好，她一直眼泪汪汪。我等她做完了，再放进冰箱急冻室里。我们很默契地完成了这项工作。这时，客厅传来敲门声，婆婆去开门。片刻后，她的哭声响起来，我的心一紧，听见老公大哥的声音：“妈，别哭了，罗欣呢？”婆婆哭得呜呜的，委屈极了。我知道罗欣不爱吃肥肉，特地买的瘦肉。早上4点我就起来忙活，手擀面皮，手剁馅，一个一个的包，忙了几个小时，我2手都冻僵了，早饭也顾不上吃，才把饺子包完。可他一个都没有吃，全倒掉了。我做错什么了？他这么恨我？就算我得罪了他，饺子没有得罪他吧？他为什么要倒进垃圾桶里？别伤心了，妈。罗欣在哪里？我去批评他。婆婆还没回答。罗欣，你给我出来！你怎么能直呼你二嫂的名字？呸！小姑子骂道。她配得上嫂子这个称呼吗？我妈这辈子还没被人这么欺负过，她是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。罗欣，出来！她的脚步声往厨房走来，妹夫拉扯她。老婆别激动，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，不是来吵架的。大嫂也说，罗欣在厨房忙，别打扰她，等她出来再说。他有什么可忙的？我妈每天伺候他，把家务活都给他干完了，他忙什么？罗欣，出来给我妈道歉！你少说2句。我凭什么不能说？他欺负了我妈，我还要把他当祖宗供着吗？他就算再错，也是你二嫂，有什么事儿等你二哥回来处理。小姑子冷笑，大哥还指望二哥护老娘，他就是个妻管严。如果他真的孝顺妈，怎么可能容忍罗欣骑在妈头上作威作福？大哥说，行了，你们都坐下，我去叫罗欣出来。大哥进来叫我，罗欣，你出来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要把饺子倒进垃圾桶里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既然被逮着了，我也只能面对。我硬着头皮走进客厅，小姑子指着我就开骂：罗欣，你自己说，我妈哪里对不起你？你在娘家娇生惯养，连饭都不会做。我二哥的工作特殊，不常在家，我妈心疼你。从你结婚后，他就常住在你家照顾你，一天3顿，他把饭菜做好端到你面前，他帮你扫地拖地，他给你洗衣服裤子，连内裤都给你洗，就差把你供在祖宗牌位上了。他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你凭什么这样羞辱我妈？小姑子的肚子很大，她怀有身孕，胎儿已经5个月了，要当妈的人了，气性还这么大。罗欣，妈知道你喜欢吃水饺，才特地给你包。你喜欢吃韭菜馅的，妈把韭菜一根一根捋干净，反复清洗。你不吃五花肉做的馅儿，妈专门给你买腿子肉。妈说绞肉机绞的馅儿不香，亲自用手剁。她做了一辈子饺子，她调的馅儿吃过的人都说很香。你第一次来我们家，是不是也说好吃？这我承认，那时候我觉得婆婆做的饺子太好吃了，比街上小吃店卖的味道还好。妈说手擀的面皮劲道好吃，她每次都买面粉回来，亲自和面，用手一张一张的擀饺子皮，再一个一个的包好。这样纯手工的水饺，除了我妈给你做，你还在哪里能吃到？倒是现在街上卖的都不是手工做的馅儿和面皮。我怕你嫁进我们家不习惯，委屈了你，所以我一直跟着你们，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照顾。你不爱吃早饭，我怕你饿出毛病，才包这么多饺子放在冰箱里，这样你每天早上煮1碗饺子吃就可以了。可你把我的一片好心全当成了驴肝肺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这么生气？你跟我说，我改啊。看吧，所谓的解释就是听他们批斗我，他们只讲婆婆对我有多好，控诉我对婆婆如何不孝，却没有人问一句我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我正要解释，罗欣，你有没有良心？我妈对你这么好，掏心掏肺的待你，你是怎么回报她的？从你跟我二哥认识到现在，你给我妈买过1件衣服吗？结婚2个月，我妈倒贴伙食费照顾你，我们这些当儿子女儿的都用不到我妈的钱。二哥不在家，他的养老金全花在你一个人身上，
你不仅不感恩，还浪费她的劳动成果，你简直就是妥妥的白眼狼。你妈对我好是她跟你说的吧？不需要我妈说，你问问你嫂子，问问妹夫，我妈对他们跟对我和小妹是不是一视同仁？妈挺好的。是的，妈对我们一视同仁。小姑子的嗓门抬高。你听见了？大嫂和我老公也不姓罗，也不是我妈生的，我妈把他们都当亲生儿女对待，难不成单单对你另眼相看？你还是新媳妇，我妈只会讨好你，哪里敢给你气受？别说我妈，哪个家庭的婆婆妈也不敢对刚进门2个月的新媳妇摆脸色。如果我妈真对你另眼相看，那一定是因为你对她不好，她气得忍无可忍了。好赖话都被你说完了，我说错了吗？别的不说，你今天把我妈包的饺子扔垃圾桶，我妈都不敢对你发火，只能给我们呼诉，这就足以说明你平时经常欺负她。也是二哥不在家，不然他一定会抽你几个耳光。我看得出来，他很想冲过来打我，不过妹夫抓着他的胳膊，不断叫他冷静点，老婆，小心孩子。他们兄妹俩把一切可能都说完了，认为婆婆就算对我不好，也是我有错在先。那我还解释个屁？我直截了当的说，是谢德锦让我倒掉的。谢德军就是我的丈夫，大哥叫谢德明，小姑子叫谢德清。我这话一出，谢德清更加火冒三丈，他跳起来指着我鼻子骂：我二哥就算再宠你，也不可能叫你把我妈辛苦包的饺子倒进垃圾桶里。你自己做错事，还要栽赃给我二哥。别跳，别跳，别跳！婆婆也哭得更大声。罗星啊，你讲话要凭良心，老二上班不在家，他怎么可能叫你把饺子倒了？我老公的工作具有保密性质，他进单位后电话就会关机上交，所以他只要上班就完全是断联的，谁也联系不上他。谢家人也知道，因此我这话说出来，没人相信。他以前说过，我不想吃的东西就倒垃圾桶里，不要勉强自己吃。他说的是外卖或者零食，不可能是我妈包的饺子。大哥沉下脸，罗欣，你别以为老二不在家，你就可以随便撒谎。我们是在认真的跟你谈话，希望你正视自己的问题。正视个屁！我说了也是白说，反正他们只相信他们的妈，不可能相信我这个外姓人。看见12点了，我先给你们弄吃的。我去弄，你又不会弄饭。小姑子一把拉住他，不会弄就学，既然嫁了人，就得有做儿媳妇的自觉。本该她伺候你，凭什么当婆婆的伺候儿媳妇？您还能伺候她一辈子？他弄的菜不好吃。小姑子冷哼，我不管好吃不好吃，她只要弄出来，哪怕是狗屎，我也吃了。这话正合我意。我进了厨房，拿出家里最大的锅，洗干净，烧了一锅水，我把饺子全部倒进去，煮熟以后给每人盛了一大碗，然后我小心翼翼地端出去。婆婆忽然慌了神，我这是专门给你包的，让你每天早上吃，你这一顿就煮了。小姑子翻她一个白眼，妈真是的，她又不稀罕你包的饺子，你还替她着想。她早饭不吃就不吃，反正饿的不是你。你大哥和妹妹难得来一次，你应该做几个硬菜，光煮碗饺子像什么样？你们先吃饺子，我再去炒菜。既然煮了，我们就吃吧。说来，我有2个月没有吃到妈亲手包的饺子了。我也是啊，我想吃吃不到。我妈偏心二哥，天天给他们包，人家还不领情。大嫂和妹夫都帮忙，把饺子端到每个人面前。我倒了一碟醋端出来，谢家兄妹迫不及待地夹了饺子，蘸了醋就放进嘴里。大嫂和妹夫也各自吃起来，只有婆婆没有动筷子。我挑了一个喂到她嘴边。妈忙了半天，辛苦了，儿媳妇给你喂一个，谢谢你对我的照顾。她的嘴巴闭得紧紧的。怎么，妈不喜欢吃饺子吗？你亲手包的，总得尝尝吧。我妈最喜欢吃饺子了，妈吃啊。她难得给您尽一回孝心，您只管享受。我不吃，我没胃口。小姑子一边狼吞虎咽，看你把我妈气的。她连吃了几个，大概吞得太快，没有品尝出来味道。谢德明吃了2个就感觉不对劲了。这馅儿里是什么？大嫂也吐了出来。我这个好像有纸巾，还有面条。我这里有粉丝。小姑子嘎嘣一声，啊，怎么有骨头？今天这饺子馅儿里怎么乱七八糟的，味道也怪怪的，很难吃。不光馅儿难吃，皮儿也不好吃，像和面的时候混了泥巴似的。这是我妈亲手包的饺子吗？众人扭头看向我，我回答，确实是她亲手包的。不可能，我妈的手艺那么好，她包的怎么会这么难吃？我笑笑，那就要问你妈才知道了。说来也奇怪，她自己包的饺子为什么不吃？罗星啊，你不想吃饺子可以给我明说，我不包就是了。你为什么要害我？你到底在馅儿里和面粉里放了什么？
竟然还要甩锅给我！我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端起水饺碗就向她泼去。哗！婆婆满头满脸都是水饺。她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头发、脸上、衣服上全是饺子馅和面皮，狼狈不堪。大嫂吓得往后退了一大步。天哪，罗欣，你竟然敢泼我妈！你疯了！客厅里瞬间乱作一团，我却异常冷静，装作慌张的样子。对不起，我手滑了，妈赶紧冲冷水。我一把拉住婆婆的胳膊，拖着她快步走进厨房，打开水龙头，把她的头按在冷水下冲。谢德明见状，立刻冲进来把我拽开。罗欣，你想害死我妈吗？不赶紧降温，她脸烫伤了，一会儿烂了更疼。谢德明半信半疑，赶紧把水池放满冷水，按住婆婆的头，整个浸在水里。婆婆拼命挣扎，却被他死死按住。小姑子也冲进厨房。大哥，你干什么？要淹死妈妈！妈的脸被烫伤了，不降温会破皮溃烂。那去医院涂烫伤膏啊！你把她按在冷水里，不怕她休克吗？谢德清急得直哭，婆婆被捞出来时憋得满脸通红，半天喘不上气，说不出一句话。谢德明再也顾不上指责我，抱起婆婆就往门外跑。我送妈去医院。谢德清扑过来想打我，我端起另一碗饺子，重重砸在他顶下，他急忙后退，差点摔倒，幸好被妹夫扶住。疯了！你这个女人彻底疯了！我妈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没被人这么欺负过。我活了小半辈子，也从没被人这么欺负过。你烫伤我妈还有理了？这是故意伤害！我报警抓你！谢德清掏出手机就要拨号，谢德明一把抢过他的手机，吼道：“家务事报什么警？嫌不够丢人吗？”婆婆缓过劲来，又开始撒泼：“都是我的错，我老了不中用了，讨人嫌，我死了算了，出去让车撞死！”谢德明和谢德清妹夫全都追了出去，大嫂犹豫了一下，也跟着跑了。客厅里只剩满地狼藉，碎瓷片、饺子馅、汤汁乱得一塌糊涂。我长长吁了一口气，心里说不出的轻松。俗话说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我家这尊不请自来的神总算被送走了。结婚前，我从来没想过婆婆会搬来同住。大嫂家有孩子要照顾，小姑子又怀着孕。之前婆婆一直住在小姑子家帮忙，我以为就算要过来，也得等我怀孕之后。可新婚第二天，婆婆就拖着行李箱敲响了我家的门。她对我丈夫说：“你上班不在家，罗欣刚嫁过来，什么都不熟悉，我来照顾她，你也能安心工作。”不由分说，她就把行李搬进次卧，转身进厨房忙活起来。我和丈夫面面相觑。我是全职小说作者，写作需要绝对安静的环境，本就不喜欢和人同住。可婆婆打着照顾的旗号，我们根本没法拒绝。我以为她只是住几天，等我适应了新婚生活就会走。没想到一住就是3个月。这3个月里，她的照顾全是披着温柔外衣的折磨。现在她终于走了，我料定她也没脸再回来。我把房间彻底打扫干净，换掉了门锁密码，终于能坐在电脑前安安心心写作。没过多久，门外传来大力砸门的声音。谢德清的大嗓门隔着门传进来：“罗欣，开门，我来拿我妈的衣服。”我把婆婆的行李箱提出来，递给门口的妹夫，转身就要关门。谢德清伸手抵住门，怒目圆睁：“你害得我妈住院了，居然不去医院陪护！”我看了看她的大肚子，淡淡说：“哦，好。”我做事要往外走，谢德清一脸诧异：“你不换衣服？”“哦，那我换衣服。”我突然退进门里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，反锁了起来。谢德清在门外拍着门骂了10几分钟，我充耳不闻。他骂累了，又开始讲道理：“罗欣，我是孕妇，大哥要上班，二哥不在家，大嫂要上班还要接孩子，你不去陪护，谁去？你们亲生儿女都没空，孝心却要外包给我这个儿媳妇，哪来的脸？我也没空，要写作。”我隔着门回应：“是你害我妈住院的，你必须去。”谢德清不依不饶，我不再理会，戴上耳机，专心码字。妹夫劝了半天，才把撒泼的谢德清拉走。晚上，家族群里的消息响个不停，我点开一看，全是婆婆卖惨的视频。她躺在病床上哼哼唧唧，手上插着输液管，小姑子扶着她上厕所，镜头全程对着她憔悴的脸，字字句句都在暗示我不孝，虐待婆婆。我面无表情，直接把家族群屏蔽，关掉消息提示音，继续写作。过了1周，我估摸着婆婆该出院了，点开群看了一眼，果然她住进了小姑子家。视频里，谢德清挺着大肚子给婆婆喂饭、捶肩、穿衣服，还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妈，您的妖女是不是比某些白眼狼强多了？”婆婆连连点头：“我的妖女最好了。”我只觉得好笑，亲生母女本就该如此，何必拿来跟我比？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看过家族群，每天潜心写作。半个月后顺利完稿，收拾行李出门采风，寻找下一本书的灵感。刚出门2天，婆婆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语气带着试探：“罗欣，我到你家门口了，这门怎么打不开？你帮我开一下。”我没想到她还敢来，淡淡回应：“我不在家，在外面采风。”电话里立刻传来谢德清的怒吼：“那你把密码告诉我妈。”
这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家，你凭什么不让我妈进门？我勾了勾唇角，故意装作信号不好的样子。喂，你说什么？我在山里，信号太差了，听不见。婆婆的语气突然软下来，带着关心。罗欣，你在外面要好好吃饭，早饭一定要吃，别饿坏了胃，多穿点衣服，别感冒。我继续装模作样。喂，还在吗？信号真的太差了。谢德清气得破口大骂：妈，您就是贱！人家都把您赶出来了，您还操心他？婆婆叹了口气：你二哥小时候我管得严，他对我有意见，我不照顾好他媳妇，怕他更恨我。二哥就是个妻管严。等他回来，我让他跟罗欣离婚，他不离，我就把罗欣虐待婆婆的事发到网上，让他身败名裂。谢德清的话满是威胁，电话被狠狠挂断。我笑了笑，把手机揣进兜里，继续我的采风之旅。他的威胁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采风结束，我回到家，继续安安静静写作。临近年关，丈夫谢德军终于休假回家了。他一进门就紧紧抱住我，额头抵着我的额头，轻声问：受委屈了？他一开机就看到了家族群里的所有消息，自然知道了家里发生的一切。没有，委屈的是你妈妈。我淡淡回应，他没再多说，只是抱着我，久别重逢的温柔冲淡了所有不愉快。我们分别了3个月，终于迎来了属于彼此的2人世界。可这份温馨只持续了2个小时，丈夫的手机就响了，是婆婆打来的。德军，你和罗欣来你大哥家一趟，开个家庭会议，解决一下你大哥大嫂的问题。丈夫皱了皱眉：大哥怎么了？你大嫂犯错误了，我们全家一起帮她改正。婆婆的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丈夫挂了电话，点开家族群，我也跟着看了一眼，群里已经吵翻了天。谢德明在群里艾特大嫂：你给你妈买棉被了？大嫂回复：买了一床。为什么不跟我商量？谢德明的语气很严肃，大嫂的文字带着委屈：我嫁到你家10多年，第一次给我妈买棉被，花了不到1000块，还要跟你请示吗？只要不是给家里买东西，100块都要告诉我。上次你给你妈买衣服，我就提醒过你了。谢德明不依不饶。大嫂哭着回复：那是我妈的生日，我10多年就给我妈买过1件衣服、1床被子，我过分吗？我1个月8000多工资，连支配1000块的自由都没有吗？我花的是自己的钱，又没吃闲饭。什么叫你的钱？你是我老婆，你的钱就是夫妻共同财产。谢德明的话彻底暴露了谢家的双标。我看着群消息，心里一阵唏嘘。大嫂温柔贤惠，做事谨慎，在谢家10多年，一直逆来顺受。我怎么也想不到，她会因为给娘家妈妈买一床被子，被全家批斗。我们没必要去吧，夫妻吵架很正常。我不想再卷入谢家的烂事。这是我们家的规矩，夫妻的问题就是全家的问题，开家庭会议解决。丈夫摸了摸我的头：结婚前我就跟你说过，我妈要是做，你别理她，等我回来。上次让你受委屈了，这次有我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我点点头，倒想看看他们这次又要上演什么戏码。到了大哥家，婆婆、谢德清、妹夫已经到了。客厅里气氛凝重，大嫂给大家沏好茶，站在一旁，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。客厅正中间孤零零摆着一把椅子，像极了审犯人的座椅。婆婆指了指那把椅子，对大嫂说：老大媳妇，坐下，说说你到底错在哪里。我翻了个白眼，这架势分明是把大嫂当成犯人审问。谢德明双手抱胸，胸有成竹地看着大嫂：你觉得自己有理，那你先说。大嫂坐在椅子上，眼眶通红，委屈地诉说：我嫁进谢家10多年，每年给妈买衣服，给小叔子小姑子买礼物，尽到了儿媳妇的本分。可我远嫁，几年回一次娘家，上次回去看到我妈床上的被子太薄，怕她感冒，就买了一套床上用品寄回去，花了不到1000块。德明就一直唠叨，好像我犯了10恶不赦的大罪。谢德清立刻开口，一副理中客的样子：大嫂有孝心是好事，但你嫁给大哥，挣的钱就是夫妻共同财产，花在娘家必须跟大哥商量。要是你用大哥的名义寄回去，你妈高兴，大哥也有面子，不是吗？谢德明连连点头。还是小妹懂我。老婆，你背着我给娘家花钱，别人会说我这个女婿不孝的。大嫂沉默了片刻，低声说：我知道了，下次我跟你商量。这才是我的好老婆，知错能改就好。谢德明得意地拍了拍大嫂的肩膀，又吩咐道：去做饭吧，今天我们全家帮你解决问题，多做几个硬菜。大嫂默默起身走进了厨房，我看着这一幕，心里冰凉。原来在谢家，儿媳妇嫁过来就成了谢家的私有财产，挣的钱只能花在谢家，给娘家花1分钱都是大错特错。他们合伙欺负完人，还要被欺负的人好酒好肉招待，何其荒谬！我想起上次婆婆让我做硬菜的样子，忍不住冷笑。吃饱喝足后，谢德明抹了抹嘴，看向我丈夫：我家的事解决了，现在该说说老二家的事了。丈夫笑了笑：大哥叫我们来，重点就是为了说我媳妇吧。你知道就好。谢德明毫不掩饰：上次你不在家，弟妹撒了不少谎，现在你回来了，我想听听你怎么处理。丈夫看向我：先听我媳妇说。谢德明又把中间那把椅子搬过来：弟妹，过来坐。我刚要发作，丈夫一把拦住我的肩膀，把我护在身后。我老婆跟我坐一起，
不用单独做。婆婆的脸色瞬间难看起来，谢德清嚷道：“二哥，你懂不懂规矩？我们家做错事的人都要做中间认错。”丈夫看着她，语气冰冷：“什么规矩？我老婆做错什么了？她还没说话，你们就给她定了罪。你在婆家被欺负的时候，不希望妹夫护着你。我又没做错事。”谢德清不服气：“那我老婆也没做错。”丈夫冷哼一声：“你们欺负我老婆，还好意思说帮我毁了我的家吗？”啪的一声，丈夫一巴掌拍在茶几上，声音洪亮，吓了所有人一跳。原本打算像沈大嫂一样审我的谢家众人瞬间傻了眼，他们没想到一向温和的谢德军会为了我跟全家翻脸。谢德明起身打圆场：“老二，我知道你心疼媳妇，但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不能一味偏袒。爸走得早，妈一个人把我们三兄妹拉扯大不容易，我们孝顺她是应该的。你工作特殊，不能尽孝，妈还帮你照顾媳妇儿，没时间帮大哥接孩子照顾小妹。可你媳妇儿呢，把妈煮的饭倒掉，把妈包的饺子扔垃圾桶，还把热饺子泼在妈脸上，差点把妈烫毁容。住院了都不去看一眼，你说她做的对吗？”婆婆又开始哭诉，重复着自己包饺子有多辛苦，照顾我有多用心，我有多不孝。我忍不住插话：“我没有浪费粮食，妈把饺子从垃圾桶捡回去后，我煮熟端给你们吃，你们吃了几口就吐了，最后是你们浪费的，不是我。”谢德清瞪大了眼睛，一脸震惊：“什么？你把垃圾桶里的饺子煮给我们吃？难怪味道那么怪。”我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他。那天妈拍了视频，饺子就在垃圾桶里，我煮的时候你们没人反对，更何况妈自己都不吃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谢德清这才反应过来，转头埋怨婆婆：“妈，你当时怎么不提醒我们？”我没胃口。婆婆支支吾吾：“废话，换做你知道饺子是从垃圾桶捡回来的，你吃得下？”我毫不客气地回怼。谢德清一阵恶心，捂着嘴冲进洗手间，很快传来呕吐的声音。丈夫关心地问我：“你也吃了？”我当然没吃。我笑了笑：“我碗里的饺子，我掺了半碗冷水，根本不能吃。”为什么掺冷水？丈夫不解：“要是有人敢找我麻烦，我就直接泼过去，正当防卫。”我看向谢德明，语气带着威胁：“那天你要是敢抽我耳光，我泼的就不是婆婆，是你了。”谢德明脸色涨得通红，气得说不出话。丈夫恍然大悟：“所以你泼妈的饺子根本不烫？”“对，我不想惹官司，只是想教训她一下。”我坦然承认。谢德明怒吼：“谢德军，这不是烫不烫的问题，她泼婆婆就是大逆不道。”谢德清从洗手间出来，脸色苍白，也跟着指责我。兄妹俩一唱一和，义愤填膺地瞪着我。等他们骂累了，丈夫才缓缓开口，看向婆婆：“妈，您说完了吗？”“没有。”婆婆哭着说。“那您继续。”丈夫语气平静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。婆婆刚要开口，我直接打断：“不用哭了，我给你们看样东西，你们就知道我为什么扔饺子了。”我让丈夫打开电视，把手机里的监控视频投屏到电视上。第一个视频是丈夫休婚假的时候，那段时间婆婆把我们伺候的无微不至，早上5点就起床，熬粥、蒸馒头、炒小菜、摊鸡蛋饼，牛奶热的温度刚好，我们起床就能吃现成的。吃完饭，她又洗衣拖地，忙前忙后，看着无比慈祥。谢德清看着视频，嘀咕道：“看我妈对你们多好，我这个孕妇都没想过这副。”没人理她，婆婆却紧张起来，拉住谢德明。这是什么？他怎么会有视频？丈夫开口解释：“这是家里的监控，我婚前装的。客厅装监控，是怕罗欣出门不放心；厨房装监控，是怕他写作忘关火，不是为了监视您。”婆婆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接下来的视频是丈夫上班后的内容。丈夫走的第二天早上，婆婆煮了一大锅白粥，端出一碟泡菜，对我说：“我们娘俩吃简单点，喝点粥就行。等德军回来了，再做好吃的。”我想着结婚后天天大鱼大肉，吃点清淡的也好，就答应了。结果这粥一吃就是3天，早上煮一大锅，中午热着吃，晚上加水煮稀，顿顿只有白粥和泡菜，连一点油腥都没有。第4天早上，餐桌上摆着2碗黑乎乎的杂粮糊糊。婆婆笑着说：“这是杂粮粉，开水冲就能吃，健康又减脂，10块钱1斤，我们娘俩能吃半个月。”这吃不饱啊！我皱着眉：“吃不饱才好，专家说7分饱最健康。”婆婆一副为我好的样子。从那以后，我每天早上吃杂粮糊糊，中午喝稀饭，吃青菜，晚上还是稀粥。连续1周，我饿得头晕眼花，实在扛不住，点了回锅肉和鱼香肉丝的外卖。外卖送到家，婆婆黑着脸：“家里有饭有菜，你怎么还点外卖？”我想吃肉。我把米饭推到她面前：“你也吃点。”我不吃，我吃稀饭就行。婆婆一口拒绝，宁愿喝稀粥，也不肯吃我点的外卖。视频放到这里，我开口说：“从那天起，我就跟妈个吃个的，她做她的，
我做我的。你看清楚时间。我指了指视频右上角的时间。他先去饭店吃了独食，我才点的外卖。我每天饿得在书房吃零食，他却在外面大鱼大肉，回头还跟你们说退休金全花在我身上了。丈夫看向婆婆，我给您转了1万块生活费，您这几个月根本花不完吧？婆婆的脸涨得通红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谢德清还不死心，就算我妈之前有错，后来她专门给你包饺子道歉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在县里放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还把饺子扔了？你就是想赶我妈走。我确实想让她走，我坦然承认，我是写作者，需要绝对安静，可她每天把短视频声音开到最大，跟你们视频聊天像吵架一样，对面楼都来投诉过。我白天写不了字，只能熬夜到凌晨2、3点，她早上6点就敲门喊我吃饭，我说不吃，她就一遍又一遍敲，吵得我根本没法休息。我忍无可忍，跟她说不许在家刷短视频、打视频电话，做不到就请她离开。我继续说，她说不让她刷短视频等于要她的命，所以她选择离开，却又说怕我不吃早饭，要给我包饺子冻在冰箱里。谢德清立刻说，你看她都要赶我妈走了，我妈还想着你，多好的人。我没再说话，直接点开最关键的一段视频。视频拍摄时间是凌晨4点，我刚睡下1个小时。婆婆在厨房剁馅，咣咣咣的声音震得整栋楼都能听见。我躺在床上，头疼欲裂，根本睡不着。我打开手机监控，想看看她还要剁多久，却看到了让我恶心到极点的一幕。婆婆剁完馅，把我扔在垃圾袋里的外卖盒拿了出来，里面吃剩的酸辣粉、螺蛳粉、菜汤，还有擦嘴的纸巾，一股脑全倒进饺子馅里，一边搅拌一边恶狠狠地咒骂。我叫你吃外卖，叫你不听话，吃得你上吐下泻。骂完，他还往馅里吐了几口唾沫。随后，他和面，把面粉倒在案板上，转身走到客厅阳台，从花盆里抓了一把泥土，悄悄撒进面粉里，搅拌均匀。泥土混得不多，看不出来，却能让口感又涩又怪。整个包饺子的过程，他都在不停咒骂：吃死你！让你欺负我！视频还没放完，谢德清就再次冲进洗手间，疯狂呕吐。孕妇本就敏感，看到这一幕，再想起自己那天吃了好几个，更是恶心到极致。谢德明、大嫂、妹夫全都脸色惨白，胃里翻江倒海。我看向众人，平静地说：现在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把饺子扔进垃圾桶了吧？婆婆低着头，一言不发，浑身都在发抖。谢德明质问我：那天你为什么不把视频放出来？你们给我说话的机会了吗？我反问。一进门就骂我不孝，逼我道歉，连一句为什么都不肯问，我就算放了，你们会信吗？谢德明哑口无言。这时大嫂突然开口：妈既然跟弟妹处不好，为什么不来我们家，或者去小妹家？我笑了笑，点开另一段监控音频，你们自己听。音频里是我劝说婆婆去大哥家的对话。妈，您不想孙女吗？去大哥家住几天吧。婆婆抱怨：不去，他家太累了，天天接送孩子4趟，周末还要带孩子做饭、洗衣打扫，比带3个孩子还累。那个小丫头还难管，打不得骂不得。我又劝：那您去小妹家吧，她怀孕了，需要人照顾。婆婆连连摇头：更不去。小妹怀孕后天天使唤我，嫌我菜炒得不好。小妹怀孕后天天使唤我，嫌我菜炒得不好，每顿炒几个都抱怨，还不给我买菜钱。我的养老金都贴给她了，还嫌我拖地不干净，让我一天拖5遍，头发掉了也赖我。我在她家一点自由都没有。音频放完，谢德清气得浑身发抖，冲着婆婆喊：妈，我处处帮您，您居然在背后这么编排我。婆婆哭着辩解：是罗西诱骗我说的，他想赶我走。可是到如今，她的辩解已经没人相信了。丈夫看向婆婆，语气冰冷：您在我家多轻松，不用干活，不用伺候人，自己煮点粥，或者出去下馆子，衣服自己洗，地罗心托，您为什么还要虐待她？婆婆抬起头，眼泪汪汪，却说出了最刻薄的话：我来照顾她，是想让你们早点生孩子，给我添个大胖孙子。可你们结婚4个月，她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我是来伺候孕妇的，不是伺候不下蛋的鸡。我怒极反笑：德军上班第2天，我们才结婚半个月，你就开始搓磨我，那时候你就知道我怀不上？当然知道。婆婆理直气壮：你大嫂结婚就怀孕4个月，小妹也是怀上2个月才领证，就你结婚半个月没动静，到现在都怀不上，我冤枉你了。丈夫彻底暴怒，吼道：在你眼里，未婚先孕很光荣，当年你未婚先孕很光荣吗？这话一出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大哥和小姑子一脸困惑，显然不知道这件事。婆婆瞬间崩溃大哭，撒泼道：我想要个孙子有错吗？你大哥生的是女孩，小妹生的孩子不姓谢，我就指望你传宗接代，你却这么诋毁我，我不活了。她哭喊着冲出门去，大哥和妹夫赶紧追了出去。大嫂犹豫了一下，也跟着跑了。谢德清瞪着我：你把我们家搅成这样，满意了？关我什么事？我毫不客气：你们家本来就是个烂泥坑，只会抱团欺负外姓人，我不让你们欺负，还错了。丈夫拉住我，冷冷对谢德清说：我老婆说的没错，你们谢家欺负大嫂，欺负妹夫，还想欺负我老婆，她不是任你们拿捏的软柿子。谢德清一脸懵：我们谢家人，你不姓谢吗？
我姓谢，但跟你们不是一个谢。丈夫拉着我，我们回家。你们把妈气成这样，就这么走了？谢德清大喊。丈夫停下脚步，回头看着他，字字诛心。谢德清，你记住，你妈有今天，全是你和大哥造成的。你妈有今天，全是你和大哥造成的。你们天天使唤她干活，把她当保姆，她才赖在我家不走。真正不孝的是你们，我跟你们从此再无关系，别再来烦我们。说完，她拉着我径直离开。下楼时，我们看见婆婆坐在地上哭天抢地，大哥正费力地扶她。看到我们，她哭得更凶。我想让车撞死，可司机都不撞我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丈夫目不斜视，带着我上车，直接开车离开。我有些忐忑，他会不会真的寻死？跟我们无关。丈夫语气平静，没有一丝波澜。回到家，我们累得倒头就睡。第二天一早，丈夫的手机突然响起，小姑子惊慌失措的声音从免提里传出来：“二哥，快来医院！大哥出车祸了，要截肢，大嫂不见了。”我们赶到医院时，大哥已经进了手术室，是谢德清签的字。婆婆坐在走廊的椅子上，哭得撕心裂肺。车子为什么不撞我，要撞我儿子？我60岁的人了，活够了，他才38岁啊！站在一旁的小侄女，也就是大哥的女儿，突然吼道：“奶奶，就是你咒的！你昨晚一直说让车撞死你，结果我爸就出车祸了。”婆婆惊呆了：“我咒的是我自己，不是你爸。”小侄女口齿清晰地说出了昨晚的事。我们走后，大哥把婆婆拖回家，婆婆一直哭喊着要被车撞死。大嫂听烦了，说了她几句，大哥就逼着大嫂道歉。大嫂心灰意冷，提出离婚，收拾行李要走。大哥不仅不追，还把他的行李扔了，说这是谢家的房子，跟他无关。小侄女哭着要找妈妈，还被大哥用衣架打了一顿。凌晨，大哥担心大嫂出事，开车出门追人，车速太快，为了避让行人，逆行撞上了大货车，伤势严重，必须截肢才能保命。谢德清听完，又气又急，冲着婆婆怒吼：“你天天拿死赌咒，现在报应到大哥身上了，你满意了？”婆婆哭得更凶，却再也说不出辩解的话。我看了丈夫一眼，他立刻明白我的意思，说：“我送你回去。你等大哥出来吧，我一个人回去就行。”我转身离开，身后传来谢德清的指责：“没良心，大哥还在做手术，他就走了。”丈夫冷淡的声音传来：“那是他大哥吗？他凭什么要有良心？”我回到家，刚打开门，就看到大嫂站在门口，两眼通红，满脸疲惫。“你不在家，我按门铃没人应。”大嫂强颜欢笑：“进来坐吧。”我把她让进屋里。大嫂一进门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“我想离婚。”她跟我倾诉了这11年在谢家受的委屈，远嫁他乡，举目无亲，嫁给曾经的老师谢德明，满心崇拜，却换来无尽的打压。婆婆名义上帮她带孩子，实则只伺候大哥，每道菜都炒得极辣，她哺乳期吃了辣，孩子就上火哭闹，最后却被全家开会议批评，说她没照顾好孩子，影响大哥休息。孩子上幼儿园后，她上班赚钱，婆婆负责接送，却天天喊累。小姑子趁机召集全家批斗她，说她把家务活全推给婆婆。她的工资卡被大哥握在手里，给娘家妈妈买一床被子，都要被全家指责。11年，她忍了11年，直到今天，她终于醒悟，这份爱不值得，这个家待不下去。我想起诉离婚，可是我没钱，工资卡在他手里，娘家又远，没人帮我。大嫂哭得泣不成声：“我借给你。”我毫不犹豫地说。大嫂热泪盈眶，连连道谢。我不忍心瞒她，告诉她大哥出车祸了，要截肢，你现在提离婚可能不是时候。大嫂猛地站起来，满脸焦急：“什么时候？严不严重？”我刚说完，她就转身冲了出去，连再见都没说。我叹了口气，她到底还是爱着大哥的。深夜，丈夫疲惫地回到家，往沙发上一坐，说：“谢德清流产了。”我大吃一惊，怎么回事？原来大嫂赶到医院后，婆婆骂她是害人精，说她离家出走才导致大哥出车祸。谢德清也跟着指责，两人大吵一架。谢德清怒气冲冲开车离开，心情恍惚，也出了车祸，头部受伤严重，治疗的药物会损伤胎儿，若等孩子出生再治疗，他可能会变成植物人。最后婆婆做主，放弃孩子保大人，谢德清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。我唏嘘不已，害人终害己，报应不爽。丈夫跟我说，大哥一直利用大嫂对他的崇拜和敬畏，把他拿捏得死死的，自己不出面说难听话，全让婆婆和小姑子当坏人，自己装好人。大嫂现在醒悟，离婚只是早晚的事，现在回去照顾，只是求个心安。2天后就是除夕，我们去置办年货，刚回到家，家族群里婆婆就艾特丈夫：德军，你大哥小妹都住院了，没人照顾，你和罗欣来医院，你照顾大哥，罗欣照顾小妹。丈夫没有回复，直接点开群视频通话，所有人都接了进来。婆婆哭嘤嘤地说：我就生了你们3个，现在老大幺女都住院了，妈只能靠你了。丈夫语气平静，却带着决绝：有些事我本来想烂在肚子里，可你们太让我失望了，今天必须说清楚。婆婆脸色惊慌：德军，别说了，等他们出院再说。您不想听，可以不听，让大哥小妹听就行。丈夫不为所动。谢德明黑着脸：老二，你怎么跟妈说话呢？她是你妈，不是我妈。丈夫的话石破天惊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
谢德清尖叫：“二哥，你疯了！”我没疯。丈夫拿出一张亲子鉴定，投屏到视频里。这是亲子鉴定报告，我和他没有血缘关系。接着，丈夫揭开了尘封35年的身世真相。他1岁那年，亲生父母因为食物中毒去世，叔叔谢德明和谢德清的亲生父亲以抚养他为名，霸占了他父母的所有财产，卖掉房子，举家搬到城里。婶婶现在的婆婆生下谢德清后，对他百般虐待。10岁叔叔去世后，更是不让他读高中，逼他打工挣钱供哥哥妹妹读书。他中考考上高中，婆婆坚决不让读，他无奈报警。婆婆害怕事情败露，才勉强答应。从那以后，家庭会议就成了婆婆打压她的工具，只要她不顺从，就被全家批斗。参加工作后，婆婆知道她收入高，又开始装可怜，博取她的同情，不断要钱。她35岁才和我相亲结婚，婆婆从来不管她的婚事，因为她不想她结婚，想等她老了，把财产留给谢德明和谢德清的孩子。我早就觉得婆婆对她的态度怪异，和对大哥小妹天差地别，便在婆婆搬来后，借着采风的名义去乡下调查。终于查到了真相，他的亲生父母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，善良能干，根本不是误食毒菌子去世，而是被叔叔婶婶下毒谋害。叔叔婶婶嫉妒哥哥嫂子的财富，把毒蘑菇汁混进饭菜里，捂死了他的父母，再伪装成意外。当年他之所以没被害死，是因为当时在外婆家躲过一劫。婶婶，我已经查到了真相，我爸妈不是意外去世，是你们下的毒。丈夫看着视频里的婆婆，语气冰冷。婆婆惊慌失措，脱口而出：“不是我，是你叔叔下的毒。”什么毒？丈夫追问：“是毒菌子。”婆婆语无伦次。我悄悄录下了整个视频，这是最关键的证据。你们毒死我父母，霸占我家财产，现在还想奴役我和我老婆，给你儿女当牛做马，还好意思跟我提良心？你对大哥小妹是好母亲，对我就是魔鬼。谢德清还想辩解，我直接开口：“你们兄妹出车祸不是意外，是你父母作恶多端，报应祸及子孙，你们的灾难还在后头。”挂了视频，我们立刻去派出所报案。我提交了录屏证据，警方立案审讯。婆婆对谋害亲哥嫂的罪行供认不讳。34年前的悬案终于告破，叔叔是主犯，早已去世。婆婆作为共犯，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。丈夫又提起民事诉讼，要求返还被侵占的财产。法院判决冻结婆婆的财产，名下房产和20万存款全部赔偿给丈夫。大嫂照顾谢德明出院后，坚决提出离婚。谢德明知道留不住，无奈签字。大嫂带着女儿远走他乡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谢德清失去生育能力，又因为长期苛待婆婆，被婆家嫌弃，丈夫也跟她离了婚。她无家可归，只能照顾截肢的大哥。兄妹俩相依为命，晚景凄凉。害人者终害己，作恶多端，必遭报应。我和丈夫带着鲜花去祭拜她的亲生父母，丈夫跪在墓前，泣不成声，只喊出一句：“爸妈，儿子为你们报仇了。”我轻轻扶着他，对着墓碑轻声说：“爸妈，你们安息吧，我和德军会好好生活，幸福一辈子。”微风拂过，墓旁的野花轻轻摇曳，像是在回应我们的话语。我们又去了外婆的墓地，丈夫对外婆还有模糊的印象，当年是外婆保住了他的命。这是他30多年来第一次来看外婆，泪水再次模糊了双眼。阳光温暖洒在身上，驱散了所有阴霾。从此，我们摆脱了谢家的烂泥坑，过上了安静幸福的2人生活。我继续写作，他安心工作，那些不堪的过往终究成了过眼云烟，而我们的幸福才刚刚开始。